那我们下一场论坛的主题要回到行业的分享。focus 在零售还有电商，我们知道零售和电商是非常注重资讯流管理的产业，因此也成为台湾大数据分析的先行者。不过呢，导入 AI 的门槛比较低，是不是成功率就比较高呢？因此，接下来这场论坛也是今天我们下午最后一场论坛，我们请到零售还有电商业这两个行业的行业先驱来跟我们分享。主持人是盛阳科技 KakaFly 的共同创办人杨志伟。论坛嘉宾有家乐福数位科技处长丁平硕，还有阿吴科技执行长林思吴，以及 KKLab 的董事兼企业发展总监黄建章，欢迎。好，各位业界的先进，然后投资的朋友、新创圈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志伟，然后今天很开心来当这场节目的主持人有3位都是该电商跟零售非常有经验的厂商，一位是 Henry， 他是家乐福的数位长，那还有阿吴，他们是 SEO AI 的专家，然后还有建章，他是 KKLab 是 K Group 的 Central R&D 的部分，那他们在，然后我们 KakaFly 其实是我们所谓一个放屁集团的其中一块的专门做 sales house， 那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我们是技术起家的，我们有 10Max 一个这个 DSP 的 platform， 然后也有 AHub 一个作为中小企业，不管是电商或是品牌商想做社群的广告的投放的平台，我们有网红中心这样。那今天跟3位，我先 echo 一下刚高家长讲一句很帅的话，就是说台湾软体业都做不太起来。其实呢，阿吴的官网上写的，他们的目标是要去东京上市。然后 KKBOX 呢，它其实他们的大股东是 KDDI 日本最大电商，然后 KKBOX 也一直喊着要上市。那家乐福已经上市了 ，KakaFly 希望很快可以上市。那所以我们其实，在台湾这几位还有我们公司，其实在服务我们是广告公digital marketing 公司，然后服务不管是电商、零售、品牌游戏各式各样的客户有几千个客户这样子。那家乐福话，大家当然知道家乐福。那所以我今天准备了基本上只有3个问题要问其他3位这个嘉宾。第一个问题是他们的组织怎么样用 AI 去做转型，那第二个是他们怎么样把这些开发出来的结果，其实不只用在台湾，而且反正有出海到别的国家去。那第3个问题是一句话让现场各位朋友在1周之后还记得今天来参加这个论坛，然后还这句话深深的记在你的脑海里。好，那我们请 Henry 先开始。OK， 谢谢主持人。各位大家好，我是 Henry。那目前我任职这是我们目前再举了几个比较有趣，我个人认为还蛮有趣的例子有些已经有成果了，有些正在发展的部分，好跟各位分享，谢谢。OK， 好，对 ，OK， 好大家好，因为现在实在坐立难安，这样我站起来讲比较舒服。OK 今天看了很多我来宾跟很多我的贵人这样子谢谢你们帮助过我。那阿吴是把 AI 用在 marketing 跟 data 的一个台湾的新创。那我们专注在服务这个零售跟电商。那阿吴推出的一个 marketing platform， 然后结合 OMO， 是现在台湾最多电商跟零售使用的这个 AI 解决方案这样子。OK， 好，那目前阿吴有个15个人的 AI lab， 那他们是专职在做 AI。然后有50多个模型跟30几个专案正在执行中。那这是阿吴简单的介绍。那今天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世界我身处的世界，零售、电商跟所谓的行销科技行业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我们过去的黄金10年就是依赖的所谓的 cookie 去追踪个人化的行为，这件事情即将要结束了。好，那因为个人隐私的这个权的这个个人隐私权的这个意志的兴起，所以 Google 其实已经正式宣告，它从明年开始就放弃用cookie。那第二段是 Apple 最近有去宣告这个 IDFA。那简而言之就是当你安装 Facebook 的 App 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
就是隐私权就是被追踪的授权这样子。然后 Facebook 听到这个就跳脚，因为大部分人一定说不要被 tracking 嘛，对不对？好，那而且甚至份额说我被拍垮，我要报复 Apple 这样子哈。OK，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大的一个改变，对这个世界影响。那对于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用再担心今天晚上我可能跟比如说詹先在讨论红酒的时候，讨论完之后，我的手机开始出现都是红酒的广告，这种很呕心的感觉不用再发生，还有各种被个人侵犯的感觉。那各位的笑容跟感触，其实也代表了这件事情是不会回头的，就没得回头。个人隐私这件事没得回头，它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对于过去很多在我们行业里面去强调它可以叫做跨屏、跨装置追踪个人，进而进行个人化广告投放的公司，会产生很剧烈的影响。这是第一点，就这个行业要进行很大的一个重整。这些公司过去依赖的论述的基础不见了。那第二段来讲，对于电商跟零售来说，其实就会产生几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件事情就是流量的取得开始变昂贵跟困难了。好，因为过去它因为可以追踪很多个人化的资料，可以给你在对的时间、给你对的地点、给你对的广告。好，所以它过去很多 retargeting 的技术，其实广告成效很好，流量很便宜。好，那所以他们就要思考，那我流量从哪里来？好，那 The Trade Desk 有说过，他其实 CEO 有讲说，流量应该要多做好 SEO。好，这是AWU的本家生意，好，这不是promote自己了。好 ，OK 呀。那第二段来讲的话，就是他们要去思考，就是我们怎么提供客户更好的用户体验，整个数位旅程里面。好，比如说你进到网站里面，你的 site search 好不好用 ，recommendation 好不好用，东西好不好找。好，我买完之后，你可不可以给我对应我要的这个相对的 EDM？ 那这一段叫 customer engagement， 要怎么去提高客户的转换率跟他的回购率？现在很多电商开始把目光放到这里，自己把自己的那个叫流量的池子把它做好，而不是不断的去透过买流量的模式来增长自己的生意。好，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对电商来讲。第三段就是数据，我如何建立好第一方的数据，好去做很多会员的耕耘。那这里面包含了，其实这是个很大的痛点，我们面对到很多的零售行业线下数据跟线上数据的线下的整理就很痛苦了。好 ，POS、CRM， 各位可以想象那数据会有多脏、多乱。那更何况要跟线上线下做整合。好，那这个其实都是零售业我们看到非常痛，而且是很直接的问题。而且不管今天是新的走前面走后面，其实大家遇到的问题是大同小异。那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AWU在2年前的时候，其实选择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我们2年前就不做个人化追踪。我们做的是透过商品的特征去理解使用者的意图。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要理解我现在身上穿的这衣服的特征，我会透过我的 NLP 叫 Computer Vision 的引擎去理解，它可能是什么样的质料，这个叫显性特征，是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颜色。那第二个是很有趣的是AWU很厉害，叫隐性特征，场合风格。比如说，我们甚至还找过一些很特别的隐性特征，是在一双球鞋底下，它的显性特征是白色 Nike 厚底球鞋，女用。它的隐性特征是什么？孙云云，因为孙云穿过，所以那双鞋子卖得很好，所以你就会知道这双鞋子它被卖出去的理由是什么。好，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核心技术，叫 Feature Engineering， 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用在 e-commerce。第二段是你结合使用者的行为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很多的线索。比如说，你今天 user 到你的网站来看了3个商品，这3个商品共同的特征是白色 T 恤、日本字、素 T。那你基本上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想买的是什么，包含价格的特征，是什么价格什么价格区间，所以你第4个商品就可以跳出来符合白色素 T 日本制什么价位的 T 恤给他，就那么阿呆。这很像我们在过去在实体的店面所遇到一个销售的经验。那在 cookie 我们叫 cookieless 时代之前，个人化的这第三方 cookie 允许交换之前的世界是，你今天到我的门店来的时候，到我的 store 来的时候，我店员已经知道詹先你昨天跟谁见面，前天看了什么，大前天在哪边，跟谁吃饭。现在这个世界不见了，他来了，他没有 login 之前，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你只能透过詹先看了 A、B、C 商品透露出来的线索，去给他最好的推荐，去 mapping 你店里面最适合的商品是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世界很剧烈的改变。那我们很庆幸的AWU身处在这世界里面，其实我们的第二段，我刚才提了我们的核心优势，我们做 feature engineering 做商品特征。第二段我们做所谓的 intention detection， 就透过这些点击，好去理解它的 intention 跟 recommendation。
这一段也是阿雾的一个核心。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在看未来的事件里面，其实我觉得不管今天，因为我们零售行业、电商行业是走在我们行业最前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其实会慢慢陆续影响到其他的行业去，包含其实玉山银行现在跟我们在讨论很多的合作，要怎么因应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在看零售业跟电商行业，我们看到很短期的问题。那今天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那我要坐回去了，谢谢。然后所以刚有家乐福跟我们分享实体的这个商品，然后这个阿雾跟我们分享电商。那电商他们 KKBOX 当然大家都知道是内容为主的，那他们其实内部有非常强大的技术做内容的推荐，还有这个 prediction。我们请建商来帮我们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KKLab 做的一些工作，好不好？好，谢谢 Brian。大家可能比较知道 KKBOX， 对 KKLab 可能比较陌生，所以我花一点时间大家介绍一下。KKLab 是2019年从 KKBOX 里面把 Data、AI 跟 Cloud Team 独立出来。那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开始是从 KKBOX 的推荐引擎开始。然后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下，跟刚刚 Echo 阿雾讲到，就是个人化带来的问题。对，那从2015年的时候，我们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 KKBOX 里面 Top 10的艺人，他们的播放数下降50%。想象一下，如果是零售，你的供应商前10个下降50%，那可能是要杀头的事情了。那可是我们的播放量其实是持续成长的。然后我们就在数据里面发现中，其实后1000名的歌手，他每年是翻倍在成长的。那这边我们把它定位这个问题叫做品味的分众化。简单来说，就是非主流的东西变成主流。这时候最直接的解决方式就是推出个人化的推荐。那这个人化推荐大家也是听了非常多年。那个人化推荐会遇到最大的问题呢，会是太准。太准呢，就会产生像大家讲的 bubble 或者同温层的问题。那对于一个以subscription 为主的一个服务来说，如果推荐的太准，就会表示无聊。无聊的话，流失率就会下降。这时候推荐引擎就会很需要人的帮助，所以我们去提升的是我们推荐里面之后，我们就有不同的 configuration， 包含它的 diversity， 它的多元性要怎么样去做推荐，才会让它有新鲜的感觉。然后我们甚至说，它如果想要被惊喜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去做？那这时候我们除了是我们从内部的一般从 behavior log 这种比较量化的资料去的之外，我们也用content based 的推荐方式，然后就是它做文艺上面的理解。所以我们除了理解我们内部自己音乐里面，不管是歌词或是它的描述、专辑的名称上面去做，也是做 feature engineering 去理解它，用自然语言的方式去理解它的文意是什么。我们其实也同步去看社群里面，甚至在论坛或新闻里面怎么去讨论这个艺人。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样的社会事件的时候，这艺人发生出了什么包的时候，使用者可能特别不想听，或甚至特别想听，或是社群里面怎么去讨论这首歌，把哪首歌做比较的时候，这些是可能在我们的历史记录里面是没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去回馈到我们的推荐引擎。那我们的推荐引擎它不是只是准，它有新鲜感，最重要它还是有一个即时性。那既然我们知道了大家可能会喜欢听什么歌，我们也知道外面在讨论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另外一边有投资的部门，它是 KKFund， 它是做内容上面的生成跟投资。那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去做预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去预测一首新歌跟一个新艺人，他的整个生涯的发展会长什么样子。我们现在一般内部在用的话，就上架 KKBOX 3天之后，我们可以预测它未来90天到120天的点播数，然后它可能在哪个族群上面会比较好的发展。这其实反过来去提供唱片公司说，要不要拍 MV， 主打歌是什么，甚至有人还没有做完就先丢上来看会不会红，再决定要怎么修。然后这边我们都会做出了一个 dashboard， 让唱片公司或是艺人可以回去针对这歌曲的表现，甚至是要不要签某一位艺人，要不要 promote 某一首歌，去做他们一些建议。那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其实都用了蛮多文字理解跟文字处理的技术，所以我们在进一步的话，我们做了文艺的生成。所以我们最近推出一个 AI 歌词的产生器，去帮作词老师产生歌词。那事实上呢，它就可以，因为它可以输入一些关键字，然后它可以根据语料，因为现在老师他可能在决定那个文字的结构要押什么韵啊，说的字数要怎么样之外呢，他还可以决定他的风格文风想要长什么样子，是比较偏向 PTT 的哪一个版的风格，
甚至低卡哪个版的风格，他可能有那个作词的能力，可是他可能不太确定他怎么样写的会比较像是年轻人的字。然后这方面我们卖给作词老师。不过在销售过程中，又会发现对小编、社群小编跟行销上面也蛮有帮助的。其实社群小编是很痛苦的，就是尤其是不管是零售或是像代操公司社群小编，他们一天可能要产生20则、30则的社群 po 文，他们卖的东西他们可能一辈子没有用过。那这时候呢，一个歌词生成的产生器，其实对他们产生另外的效果，就是可以帮他们想他的文案要怎么写。对，那这方面的话，其实跟卡卡 Fly 的话，在大销上面的话，也会有一些合作的可能性。对，那这个文字生成加上推荐引擎加上预测，是我们在音乐娱乐产业我们目前发展出来的产品。不一定是很厉害的那个 AI engineer 跟高嘉良在这个开放社群里面非常有名，然后也在好像待过 KATix 嘛，卖给 K， 就是他是一个很厉害但是很容易想要找新题目去做的男人哦。然后，所以我们这个技术在最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license 到越南啊，跟东南亚、跟印尼，其实很多，其实台湾其实还是可以降维攻击，去跟越南的当地的电商或是网络行业其实多当他们的技术军火商，然后在当地他们其实只要做operation 的 team 跟这个业务团队就可以去做生意。那 AirHub 是我们另外 Carify 的这个 CTO 那个我的学长梁凯志博士坐在里面。那其实他们处理的就是 long tail 的那种中小企业的脸书投放，就是说，当然 4A 来的客户 FMCG 那种大客户，我们可能可以有 sales 的同事专门去服务他们。可是如果是一个月5000块、3000块的客人，你怎么样去给他做广告投放的建议？你怎么样帮他生文案？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大量的 AI 的这个功能的辅助，让这些其实他就说你就想嘛，你是一个行销系毕业的毕业生，你想去奥美，你想去麦当劳，你想去 Nike， 你不会想去一个月你老板跟你说广告预算只有3万块的公司，可是这些人也要投广告啊，这些人也想要让他品牌越来越有名，就像那个逻辑就是长尾逻辑嘛。那所以我们 AirHub 这个产品专门在服务这个长尾的产品。那我们现在在东南亚有分公司，在日本也有一个分公司。然后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做其实除了脸书以外，我们跟 Line 跟这个很多大的媒体也都是有合作。然后从今年开始，因为呼应刚阿虎讲的这个 cookieless 的时代来临，所以广告业可能越来越难做 ，CPA 可能越来越高，然后 cost acquisition cost，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也积极在发展，帮企业用我们的 IT know-how 做数位转型相关的服务。这样，那我想问在座各位一些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开发出来这些东西，是不是有很多机会也可以输出到海外？然后分享一下就是像家乐福我知道就全球有一个 lab， 那大概做些哪些事情？这些国际的交流，那其实AWU跟 KK 都有类似的这样子的活动，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好，那大家可能比较知道 KKBOX 是一个 B to C 的服务，可是其实从大概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有做 B to B 的生意。尤其我们在前面有个子公司叫 KK Stream，KK Stream 它在日本的时候是服务，在日本已经服务日本最大的第4台，也服务日本的第2大的电信商，帮他们做 OTT 的服务。那为了 echo 今天的主题，我可以举个例子说 ，AI 模型这件事情跨国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对，那我们推荐引擎，他们在出了海到日本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负评如潮，因为个人化推荐的目标就是要给人家有被了解的感觉，然后要 surprise， 刚好这2件事情都是日本人最讨厌的，所以我们就做了使用者访谈，然后其中一场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现在那个人的样子我都还记得，他是一个日本的那种暴走族，然后他看他的播放记录里面，有一段时间在晚上的时候都是满满都改车 F1，甚至就是飙车这样子的节目的 history， 然后他在一天里面不定时有看这个题目，所以我们推荐引擎在他第一天早上每一天第一天打开 app 的时候，很理所当然推荐他最新的一集 F1 嘛，可那时候他其实是在电车里面，他要看的是新闻。
为什么？因为他在意旁边人看他的感觉。可是他完全不关心新闻，他在 interview 的时候花了1个小时跟我们抱怨说日本的新闻他多么不喜欢，可他还是看了1个小时。可是快要到他在秋叶原，他是一个秋叶原的一个店员，在到秋叶原3站之前，他开始看卡通，他也不喜欢看卡通，他只是为了中午的时候可以跟同事有个话题聊。所以他的播放记录如果纯就 AI 或是 Feature Learning 的话，很难推荐的，因为他的跨的东西很长。可是我们在这样子理解的使用者之后，我们会去做一些调整。那其实我们就加入了 time sensitive 的概念，去让在推荐的时候，他可以去在不同的时间点去猜测他可能有不同的行为，而不用去收集到他的个人的资料。那这件事情更发生在现在，大家如果不管看 KKTV 或 KK 或是 Netflix， 很多人共用账号嘛。那其实在 KKBOX 也遇到一样的事情。那这样子的问题呢，一样可以回来解决我们遇到长久上的问题，就是共用账号的时候，你 AI 模型怎么知道他是不同样的人？对，那这件事情就要回到，就是说，如果在出海之后，它不是只是技术上面的转移，它其实在地化上面的时候，会有更多machine learning的模型跟人上面的互动。对，这上面是我的分享。那个我继续站起来，不好意思。那个就是我因为阿雾的AI 的核心其中一块是在做 NLP， 那 NLP 的部分我们投入之后才知道，非常痛苦的是我们日文居然比中文做得更好，这样。中文 NLP 非常非常难做。那阿雾的日文的 NLP 其实的这个 prediction 等等，这其实基本上都是85到95之间的这样。所以我们日本 even 是日本的乐天这样的公司，它在台湾也是用我们的产品这样子。OK， 好，那刚才有提到就是在出海的部分，就是除了技术出海之外，阿雾在日本前几大的电商平台跟最大的零售行业叫许马木拉斯梦乐，也都是阿雾的客户这样子。那用阿雾的产品，那我可以分享一下另外一段在日本出海的有趣的事情，就是除了在 NLP 我们发现在日文上面其实比中文更结构化之外，更简单之外，我们其实在日本在跟客人在相处的时候，其实有一段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台湾的公司很多去日本其实都是走 agency model， 他们基本上都是把生意交给 agency 帮他打点这样。那阿雾在日本很特别，是我们是走 direct sell。就是我们自己去把客人的门他妈踹开，进去跟他 pitch 那种公司。那这条路线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软体公司来讲，我们必须要对客人的 user needs 是掌握度也很高，所以我们很难是委托叫做透过 agency model 让别人帮我们卖产品。好，所以这是阿雾在走日本路线底下非常特别的地方。那目前在我们的几个核心技术 feature engineering， 或者是我们谈的这个intention detection。以至于我们后面其实还有一段刚才没有跟大家分享到，是我们其实也是联邦学习的好手。我们把这一段串起来3段来讲的话，我的看法是，台湾至少是阿雾这样团队，我们看到是台湾的技术AI 的领先上面，其实比我们在日本市场更前面一点。所以我觉得第2段比较困难的，只是说我们在做商业开发的时候，怎么有办法去做这一种踹开客人门的生意，而不是只是透过 agency 帮你卖。因为其实真的软体产品是。不是透过 agency 卖，在我们这行业，只有一些比较能够有广告的东西才能够透过 agency。那以上是我快速的分享，谢谢。OK， 那家乐福都是卖生鲜日常用品的，所以没有科技。那我简单讲一下我最近我们跟某东南亚独角兽的合作。那大家知道这个其实做数位广告这个事情不外乎就追求高的 click through rate， 很低的 CPC 或很高的这个广告投报率。但是不同的客户，例如说当这个客户是千万个 merchant 的时候，每个人要不一样的 target function。所以刚前面有位先进讲说，你要搞清楚你的 North Star 是什么，因为有些小企业，它可能是要刷知名度，所以它对他来讲 target function 是 impression。那有些就是不是，他是卖高单价的产品，所以他不在乎 CPC 很高，但他在乎要承担，他要你丢得很准。那我们内部累积了很多这样子的 know how 演算法，可是当我们 deploy 这个 model 或整套 end to end 的 DSP、SP solution 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发现，因为现在我们的合作方他们有一个刚阿乌讲的很棒的 first party data，
它不是 Facebook data， 它也不是 Google data， 它就是一个 super app 的超级多 data。那我觉得台湾很多技术厂商可能可以这样想，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些很厉害的 feature， 然后去跟一个很强大、很巨大的 data lake 或者 data warehouse 去合作。然后其实东南亚的data science 的人才奇缺，全世界都奇缺了。就美国都已经用不够了，然后亚洲都这么难找，你东南亚那公司在印尼，他所有的 data science team 在新加坡，然后难找的要命，然后他们在印度也设 R&D 中心，他们在美国也想招人，后来结果发现台湾人怎么这么物美价廉，所以跟我们签了一个2年的 long term partnership。那觉得我们怎么技术怎么这么厉害，许愿许一下就一下就生出来，因为我们在一个比较小的经济体面，就是如果做不好的话就会挂掉嘛，所以我们就是其实磨练的蛮强悍的。那我觉得像刚第一场的那个 Canon 啊，还有那个另外一家 Perfect AI， 我觉得这么厉害的公司去东南亚应该也可以碾压他们。美国不敢讲了，那其实大家反正配合政府南向政策嘛，我们其实大家可以往东南亚多看，这是给大家建议。然后我想，因为 Time Up 的牌子已经举起来，但是我还是想要请大家各留下一句话，让现场的观众也许明天、1周、1个月之后还会深深的记在他的脑里，好不好？谢谢大家。我们那从 Henry 开始。OK， 那因为我在。我觉得在这个科技应用上面也是非常适合的，谢谢。那个我最后还是要 echo 一下那个高村长大概在谈，就是我们要把台湾的软体产业做起来，这样。那除了已经要准备上市的 Peer 之外，其实阿雾也有很明确在日本上市的期程，然后也是以独角兽为目标，然后我们要一个一个接一个取得这样的成功，然后把台湾的软体产业做起来，然后实现这个产业结构的改变。谢谢大家。好，那我还是讲推荐引擎，就是如果大家要做推荐引擎的话，你不要把它想成一个预测乐透的一个机器，你要把它想成一个很有品味的选物店。它不是只是让你的陈列好看，然后它也需要有预测的能力，去让你知道要选哪样子的东西来做陈列。谢谢大家。我的一句话就是不要为了 AI 而 AI， 然后作为企业主或是投资人，或是这个从业人员，大家要想自己那个 North Star 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是盯着那个目标往前去前进。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还有论坛嘉宾。